Hello，任运自在，大家好呀，好久不见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神秘国度不丹的猪八嘎举传承，特别的不共大护法贾巴美念，属于出世间的智慧护法，在藏密四大教派中都享有极大的盛名。红色伏魔威猛尊贾巴美念是马头明王羿的化身，也是诸佛羿的化身。是一切护法中加持力最快速、威猛的护法圣尊，在现今不丹首都廷布的迭熏普寺供奉着大护法贾巴美念。大约在西元1996年期间，不丹第十世国王重新修建并对寺庙以不损害和保护伟大历史建筑与极具宗教意义文物为原则，进行周边环境修复工程，并整整修复了2年之久。而不丹人经常向贾巴美念祈祷，祈求好运和指引，尤其是在考试或者是人生重大里程碑之前。那首先就先来介绍关于贾巴美念的由来。贾巴美念，贾巴是藏音，汉译为强盗的意思，而美念则是汉译为持火者，又译为盗火的勇士与至高无上的护法战神。虽然关于大护法贾巴美念的相关文献极为稀少，不过据说贾巴美念的诞生是从红铜色蛋中破壳而出，他的父亲为马哈嘎拉的化身，母亲则是马哈嘎里的化身。贾巴美念诞生时全身红色束发，俨然一副天生威猛的愤怒相，身披着金甲，骑着红色的战马，并借助着强大的神力幻化出百万眷属，兵刃三界，更是殃及天人。在这时，大悲观世音菩萨预知其将会伤害无数的众生，因此化现为大愤怒相马头明王尊，并将其降服度化。另外给予三昧耶戒，教示他不能伤害众生。因此，贾巴美念在马头明王尊前誓愿，将大力护持佛法，以及守护追随修行佛法的行者。而见此情景，释迦牟尼佛更是传授大护法贾巴美念密法法轨，并由空行母将此密法藏于印度焰火狮驼林处，后被密教教主莲花生大士在印度焰火狮驼林处取出符掌，于是莲师将密法仪轨取出后传入藏地。而在尼泊尔普巴圣地阳历雪时，莲师起见普巴坛城，招请一切护法前来受法。贾巴美念于当时更是已成就八地菩萨之果位，悲愿深广化现无数护法眷属，并降服伤害众生的邪神精鬼魔众，给予众生种种需求的能力，和大护法财宝天王没有差别。而其更具降服行者、内外密及邪恶龙神、非人、魔王、夜叉、妖鬼等等的无尽冤孽障碍伤害之大力。因此，最珍贵的莲花生大师更是赐予普巴宋尾谢衣给波大护法的圣名。而在后来西藏漫长的历史上，贾巴美念在六道与世界各圣地皆有其不同的化现，护卫佛法、庇护利益法界不同的众生，共有16多种不同的圣号。其中，贾巴美念曾化身为天界战神，在善三天、刀立天统领天神，战胜阿修罗军时的圣名为嘎波扎哈给波，而又化身为九层地底下地狱阎王，度化疾苦众生，其名为索大马波，又称红命主。还有象雄、笨教等等不同显现来降服邪恶势力，更是在西藏保护佛法，其名为阿瑟玛波。而在不丹王国护持的猪八嘎举传承教法，其圣名为贾巴美念，并在历经不丹猪八嘎举的诸位主事后，更是发愿永远护卫佛法和佛法追随者，因此成为不丹猪八嘎举最主要的大护法，更是不丹皇室供奉的大护法。现今于不丹圣地迭仙普寺住席，誓愿永远守护不丹。那贾巴美念是如何成为不丹猪八嘎举传承的不共护法呢？说到这里，那就必须得提到不丹的猪八嘎举最早的起源渊源。藏传佛教嘎举派主要分为4大派和8小派，而猪八嘎举传承起源在大约11世纪左右，
属于冈波巴尊者座下的4位星子所创立的4大派中，由帕莫竹巴尊者创立的帕莫噶举传承，其8位主要的弟子创立的8小派的其中一个派系。因此，竹巴噶举传承历史可以追溯至伟大的印度大成就者帝洛巴尊者，他将其传承各修持法门，由其首座弟子那罗巴尊者、沿着马尔巴尊者、密勒日巴尊者、冈波巴尊者等等的，并将传承透过一个又一个传承持有者互相传递延续下去，直到帕莫竹巴尊者的主要8位弟子们分别建立了噶举传承的主要8个重要分支。而竹巴噶举的起源就是由帕莫尊者的星子林千日巴尊者的第一星子昌巴角类尊者所创立。在当时，昌巴角类尊者在西元大约1193年间，遵照上师和本尊的指示，在后藏的热荣地区创建热荣寺院。据说当时尊者和一众信徒抵达建寺之地时，见到九龙从地而起的奇景，并翱翔于天空中，吼声如雷震耳，同时又伴随着花雨奇迹般的落下，因此尊者便将传承其名为竹巴噶举。在藏语中，竹是龙的意思，竹巴噶举意为被天龙拥戴并加持的传承。因此在当时竹巴噶举派鼎盛时期，势力遍及全藏，在藏地出现了藏人一半是竹巴的局面。但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竹巴噶举开始大量传入不丹，成为不丹国民信仰的藏传佛教派系。有关竹巴噶举还有一段话：没有巨大的福报，遇不到竹巴法脉，因为竹巴的上师们太激进了，太出离了，没有福报的人连这个法脉的名字都不可能听到，更何况是师承上师座下受持珍贵的道法呢？而不共护法贾巴美念，也就是在当时大约在西元1346年间，由不丹传承的惹古氏喇嘛启请当时驻须于西藏竹巴噶举传承主事热荣寺的大成就者，将杨坤噶生给尊者前来不丹，广传竹巴传承的教法，而传承大护法贾巴美念，因此随同保护尊者一同来到了不丹，并在不丹巴日桥显现神威，并在抵达惹古寺时，贾巴美念融入到寺庙山脚下的大石头中。之后，尊者就在此地建立贾巴美念寺院，并命名为迭钱浦，并把此地名取为廷布，意思是融入，也就是现今不丹首都的地名。而大护法贾巴美念除了驻席于迭钱浦寺以外，还有在其他7个地方有其护法殿，像是商耶青浦、竹拉垄等等。但是迭钱浦寺却是唯一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结构完善的庙宇。那现今贾巴美念都一直驻席于不丹贾巴美念的圣地迭钱浦寺，并誓愿永远保护佛法追随者。贾巴美念是属于出世间的智慧护法，如果修佛行密行者虔诚尊敬的对其献供，任何障碍必得大护法非常快速的为您解难，尤其是佛法修行的障碍和世间法的事业衰败不振，以及身心恶缘障难等等的，都均能得到大护法贾巴美念大力庇护与眷顾，并不受一切怨敌、恶缘、灾害，功德利益不可思量。贾巴美念是守护及摧毁消灭邪魔恶神的伤害和守护一切众生的大力主，其慈悲化现无数护法眷属，像是兵众护法眷属、天神护法眷属、龙神护法眷属等等，来护卫佛法，扫除行者的障碍。所以贾巴美念是威猛的伏魔战神，更是含过了地水火风闪电、岩石等等，具无数护法眷属。其化身所在，就如同太阳光般照遍各处，更是如云般笼罩着世间。如果行者向其祈请，贾巴美念蛰伏于世间的无数之护法眷属中，即如大潮般即刻涌现，庇护帮助行者灭息一切灾障恶难，更让佛法修行和弘扬佛法事业无障碍，使行者世间法事业旺盛，资财广进，受用不匮乏。现今迭钱浦寺院位于不丹首都市郊山区，寺院内供奉着3尊大护法神像，而其中一尊据说是久远以前，大约距今600多年前，由西藏竹巴主事大成就者前来不丹时所供造的。不过由于是泥土塑造至今，
年代久远，已有大部分脱落，因此寺庙是非常的慎重保护，并不敢随意重新造作。之后，非常慎重的经寺院数十位喇嘛僧众多月修诵10万遍大护法祈请法轨，并经大护法同意后，重新公造紫铜鎏金大佛像。由于假巴美念是大护法中加持力最快速威猛的，因此有非常多不丹人民都会前来参访跌千卜寺，并向假巴美念祈请。而跌千卜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平时只许不丹人民朝拜，不给外国观光客进入此圣庙。而且假巴美念的寺庙跟一般的寺院不同，里面没有大殿，在1楼摆满假巴美念的兵器，外加陡斜的楼梯往楼上参拜。大家可以看看这照片，这是假巴美念所住席的石头。在历史记忆的河流里，不丹曾经有2次被西藏带兵攻打的记录，2次都是在大约16世纪左右，而且都是最尊贵的小众法王被彭措南杰派兵追杀。以当时不丹的兵力远远不及于西藏，不过却能连续2次都能不被攻打下来。这在不丹人民口耳相传并流传至今的故事里，大护法假巴美念功不可没。据说2次都是大护法假巴美念化现无数兵众吓跑敌人，这才使得不丹2度都能不被攻打下来，因此成为保护不丹王国的不共大护法。而由于不丹是处于2大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小国，至今尚未遭受他国侵犯，皆是大护法假巴美念大力庇护的原因。所以当不丹面临最需要的时候，大护法假巴美念一定会从住席的石头里现身，并带着无数眷属们一起拯救国家。那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支持，那我们就下期见喽。